首先，所谓人体工学，无非就是产品要符合人的生理曲线。举个例子呢，就是现在的椅子都有一个向前的拱，这就是为了贴合理想状况下人的脊椎曲线的。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男士的内裤设计要符合，这个大家都懂。键盘要符合人的生理特点，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第一个考虑的当然是手指啊。我们的手指在打字的时候啊，不是，手指在干任何的时候，都是这样运动的，而不是左右运动。左右运动呢，非常不舒服。只有大拇指可以左右动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中指轨迹球的原因。手指的运动方向呢是直上直下的，如果在纸上留下痕迹，就是这样一串痕迹。所有的按键想要符合人体工学，也要安排在这些痕迹上面，手指才能用一个自然的姿势按到它。而现在的键盘，大部分的按键是交错排列的，每个手指负责的区域都是斜的。这是因为设计师们想让我们的手指更加灵活，每天打字锻炼，然后手指就会越长越长。键盘早就应该普及这种所有键对齐的设计，这样才是符合手指运动方向的，不是吗？然后我们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说完了手指，当然是手掌啊，或者是手掌和手腕，因为这两个是一起动的。手腕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普通的键盘要两个手并拢打字，这个姿势手腕并不舒服，有一点点扭曲的感觉。手臂呢也要收紧，短时间你可能没感觉，时间长了就会开始有问题。不信可以问问多少程序员有手腕腱鞘炎之类的职业病，还有多少坐办公室的人有肩周炎之类的问题。解决方法呢，在键盘上能做的就是所谓的人体工学键盘，让手斜着放。这个别扭的动作呢，立马就舒服多了。现在有些键盘是往这个方向上努力的，例如微软和罗技，还有一些牌子都出了这种号称对手腕友好的设计。还有些机械键盘也有类似的设计，这种解决了一点问题，但是没有全部解决，因为它手腕分开的程度是固定的，没有办法因人而异。既然人类的鞋和裤子尺寸都是因人而异的，内衣内裤也分不同的尺寸。固定键盘分开的距离肯定不能照顾所有的人，更好的办法就是双手分离的键盘，两片完全分开，根据每个人的肩宽来摆放。这些键盘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他们虽然考虑了手腕，但还是没有考虑手指的问题，采取了交错排列，手指依然要往斜方向用力。所以理想的键盘要可以调节双手分开的程度，并且上下对齐键位排列，才算是真正符合了人体工学设计。然而，这样的键盘目前大部分要靠定制或者使用外国开源方案，自己购买零件，自己组装，不能买来就用。有几个厂家出品，但是巨贵，大部分厂家都不屑于做这种产品，可能是销量太低。手腕的另一个舒适问题呢，是手腕的角度。现在键盘一般都有脚托来抬高键盘头部，让打字的姿势变成这样。我认为这样抬高手掌的姿势十分不舒服，相比起平放的手腕，这样明显更加的扭曲手腕，要用更大的力气，也更容易疲劳。手腕应该是越接近放松状态越放松，抬起来要用力，而且肌肉会紧张，所以键盘最好是平的，不要翘起来，甚至手腕略微高于键盘，手指自然向下，这样打字最轻松。例如这个键盘，你们试一试，是这样舒服还是这样舒服？当然，这个键盘的问题我一会儿再说。说完了手腕呢，自然就是手臂和肩膀了。打字的时候最理想的姿势就是这种，手臂不需要用力，自然的放在一个地方来承托手臂的重量。整个肩关节和手臂都是放松的，只有手指要用力。这样的姿势对于椅子的扶手高度、长度、宽度，还有桌子的高度，还有这几个东西之间的配合有一定的要求。能把它们都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使用键盘的时候才会更放松，更不容易疲劳。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椅子能不能做到这个放松的姿势。如果你的椅子没有扶手，也不用担心，桌子高度合适的话，就用桌子托住手臂也没问题，就是要往前坐一点。有些家里条件好、见多识广的朋友可能又要问了，
那这种叫做 Kinesis 或者类似的键盘布局舒不舒服呢？它看起来也是双手分离，没有交错排列，手掌不但没有向上抬，反而是手腕向上抬高了，形成一种非常自然的姿势。我一开始也以为这就是终极舒适的键盘了，但实际测试过以后呢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或者这一类的产品有点弄巧成拙了。这个键盘确实在人体工学上面有一些思考。首先，它没有使用交错排列，也使用了双手分离的设计。虽然有些双手分离的距离是固定的，只有特定肩宽的人会得到最舒适的感受。还有，它也在手腕的高度上做对了，手腕应该高于按键自然下垂，这样很放松，对不对？然而，在按键位置的排列上，它犯了一个大错。首先，它的按键不是放在平面上，而是一个曲面上，乍一看似乎很符合手指的运动曲线。你看，手指运动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曲线，不是吗？但是用过了以后发现，人的手指在伸直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打字的。比如现在手指是弯曲的，可以打字，然后现在手指来到了最前面一排，手指伸直了，不移动手腕的情况下，根本无法按下按键，所以这个键盘实际使用起来也不太好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键位不是一排对齐的排列，这样做的理由是人的手指长短不一。小指比较短，那么就应该按键靠下一些；中指长就靠上一些。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个人的手指是不一样长的，而且不同的人之间相差巨大。这样的键盘根本没法适配大部分人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刚好能适合它的设计。这时候可能又有网友要提问了：这个键盘有时够不着，无法打字，是不是按键太多排了？如果减少2排，不要让手指伸直，那是不是就舒服了？不错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见过速记键盘的话，就是那些法庭上的速记员用的，你应该知道，通过使用组合键可以让很少的按键组合出大量的功能，而且组合键能够加快速度的原理在于按键足够的少，这样才能做到只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就可以。如果按键太多，组合键复杂，那就快不起来。键盘是为了让普通人好上手设计出来的，所有的功能都尽量分配一个按键，这样不用记忆很多隐藏功能，方便学习。但是如果你愿意记忆快捷键的话，就可以大幅提高速度。就算你只会复制粘贴，那也能稍微提高效率。但是复制粘贴这种组合键按起来手指跨度太大，也比较难盲打，大部分人应该要低头看一眼才能按对。一旦要低头，要手腕离开原来的位置，这个速度就没办法快了。如果说我现在这个键盘设置成 S 加 D 就可以复制， S 加 F 就可以粘贴，是不是觉得容易快速了很多？也不用低头用眼睛看。那么常用的几十个快捷键，如果可以全部集成在这26个字母的按键上，那么手腕就不需要离开原来的位置，并且也可以盲打。键盘周围那些功能键也都不需要，这样可以使键盘变得非常小，使用起来也会非常快。不过可能有个比较长的学习曲线，这就是客制化键盘圈子很多简化的65键、40键键盘的由来。这些客制化键盘使用了开源的 QMK 固件，可以大大丰富键盘按键的功能，往往都可以设置一个按键多个功能。具体的设置方法我这里就不讲了，毕竟我现在是在讲键盘人体工学，键盘客制化的东西，如果有人听的话，麻烦在评论区留言。然后我刚说了 Kinesis 这种键盘，按键太多，手指根本够不着，按的时候要把手指全部伸直，或者手腕要挪动。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大拇指区域太大了，一般人的大拇指没有这么大的活动范围。我自己测试下来呢，我的大拇指能按到3个键，最多4个键，再多就要移动手腕了。最后一个是鼠标的考虑，用键盘不可能不用鼠标。如果要用鼠标的话，键盘应该怎么摆放呢？其实原则还是一样的，尽量让手臂处在一个自然放松的状态就可以。那么键盘就不应该太大，否则鼠标离键盘太远呢，手臂就要伸出去很长才能够得着，使用起来容易疲劳。既然要让键盘尺寸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小键盘。如果再有些经常要输入数字的人，
可以单独弄一个小键盘。例如我就是这样，单独买了一个小键盘来输入数字。但这个不光是小键盘，因为它也使用了 QMK 的固件，可以把我一些不太常用的快捷键放在上面一键执行。比如我可以一键调出计算器、软键盘，一键打开浏览器上一个标签等等，或者当做一个标准的小键盘。小键盘上面还有旋钮，一般常见的呢当做音量旋钮。当然还有一些高级的用法，如果想要了解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当然这种键盘也不是没有缺点的，比如两手分开以后，单手使用的难度就加大了。还有习惯了以后呢，对标准键盘会觉得难以适应，这样就需要经常带着键盘出门。我希望键盘厂商多推出一些双手分离的、没有交错排列的键盘，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。讲完了键盘以后，我也考虑讲一讲我对鼠标的想法，因为我现在日常使用的都是轨迹球。如果你好奇的话，也请留言让我知道。